NASA 的航天飞机运输车毫无疑问是人类造过的最强大的车辆之一。你把它跟走在旁边的工作人员比较一下，就能体会出它有多么的巨大了。尽管方向盘还是如此的迷你啊。多的问题呢，你们可能都听过了。那今天我就专门找两个你可能忽略掉了的知识点来讲讲。第一个，注意到了没？每次这辆巨无霸在行动的时候呢，前面都有一辆洒水车在不停的洒水。这是为什么？第二个，在运输车的前部呢，有两个像这样的大圆盘，它们也会跟着一起转，所以它们是什么？给你3秒钟时间猜猜，然后我就公布答案，看看你猜对了吗？好，第一个问题，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垂直装配车间到39号发射台之间呢，大约有 5.6 公里的距离，期间有弯道，甚至还有 5% 的爬坡，所以一路上呢都有一支大约20人的团队陪伴在运输车的周围，边走边通过无线电互相报告情况，充当司机的眼睛。他们和运输车一样啊，都是走在一条铺满了河沙的水石路上。这些河沙被数千吨的履带碾过之后呢，必然会被磨成渣渣。要是飘到空中呢，就成了粉尘。把粉尘吸入肺里面，可就不太好了啊！不想吃工会的官司，那就洒水降尘吧。好，第二个啊，这两个圆盘像不像刹车盘啊？对了，它们就是刹车盘，一左一右各管一边，而且每个的下边呢都有2个蓝色的刹车钳，一个负责驻车用的是液压，另一个则负责在行驶当中刹车用的是气压。所以你都猜对了吗？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奇人，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是的，不是推车，也不是推船，而是在空中推飞机。1967年3月的一天，4架 F-4幻影战斗机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前往越南河内轰炸一座钢铁厂。那儿呢，防空火力异常密集啊，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果不其然，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其中一架 F-4就被炮火击中了。好在它还能飞啊，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完成了投弹任务。可是只怪运气太差，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2次重击之下呢，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泻而出了。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啊，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即使成功落地，也会被俘，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嘛。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虽然他自己的 F-4也受伤并正在漏油，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寻找办法帮其脱困。什么办法呢？帕多想到了2个啊。A 计划是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虽然 F-4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呢，确实能够空出一个供尖头落脚的理想推进点，但无奈啊，它尾部的湍流实在是太大了，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嘛，因此只能再试试 B 计划了。那就是从它的下方靠近，慢慢的将其驮起来，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呀。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机腹时，他意识到这个也行不通，因为机舱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啊，肯定是会碎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不仅救不了同伴，自己也被搭了进去。B 计划也流产了。此时前面那架 F-4的引擎已经停机了，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还有什么办法？突然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尾钩。是的，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4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自然就带有尾钩了。可以试试这个嘛？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尾钩，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呢靠了上去，冒着随时会被顶穿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 F-4推动了起来。虽然湍流还是会让他们在靠在一起10几秒后呢，就不得不分开一下。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裂成了蜘蛛网，虽然帕多的发动机最终也只剩下了1台还在勉强工作，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1半，也让2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飞过了将近130公里，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便被救回了基地，可谓九死一生呐。不过你猜猜，勇气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了谴责，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滑稽吧？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啊！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1枚银星勋章，故事完美落幕。
空降部队有打开飞机的侧门往下跳的，也有打开飞机的尾门往下跳的。但你见过先爬上飞机的机翼再往下跳的吗？事实上呢，发明了空降部队的战斗民族第一次跳伞时采用的策略就是这样的。看这段视频啊，是1930年第一批苏联伞兵从一架图波列夫 TB3 重型轰炸机的机翼上往下跳伞时的画面，相当魔幻的即视感，有没有？难不成他们一开始就是蹲在机翼上，跟着轰炸机一起飞上天的吗？当然不是啊，他们是到了跳伞高度之后呢，从机舱顶部的一个出口排着队爬到机翼上的。我个人觉得还不如直接叫我跳呢，爬的过程显然会比跳还要恐怖得多，你们觉得呢？当然，别以为你有胆往下跳就可以了，这只不过是伞降当中最容易的部分，最难的是怎么落地了。要是落得不对啊，腿部受伤都只是小事，对脏器造成的内伤呢，才叫痛苦不堪啊。所以美国伞兵都要采用一种叫做 PLF 的特殊落地技术，来将地面的冲击有效地分布到全身，避免受伤。但是你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背了几十公斤重的大包啊，这还怎么 PLF 呢？所以啊，他们就作弊呗，在快要落地的时候，先把大包给扔下来，说不定还能当个屁垫哦。只是掌握时机就很关键了。榫卯结构，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不用一钉一铆就能让建筑物屹立千年不倒。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我们的榫卯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这是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榫卯结构。航天发动机比我们常见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客机以接近音速来飞行。所以想都不用想啊，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咯。但你有没有在登机经过它的发动机时，意外听到过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呢？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奇怪了，这声音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没错，就是它松动了。但是也别怕，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这些风扇的叶片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牢牢地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而是通过榫头卡在风扇盘的榫槽里面的。最妙的是，它卡的也不紧，榫头和榫槽之间留有间隙，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在重力的作用下，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都会向轴心方向滑过去；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又朝与轴心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呢，它们之间的凸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或许还有一些瘆人的哒哒声了。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的牢靠，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5、4、3、2、1，好。下面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啊。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榫卯结构叫做重塑型榫卯，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棵重树，即冷杉树的外观，呈现出一个有齿的 V 型。榫头和榫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可以方便榫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滑动。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也使它们的榫头在各自的榫槽里面往外移动。那么每一片叶片的榫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不一定啊。由于在一个盘面上，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左边这片叶片 A 上面被一个小石子刮了一下，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 B 则相当完美。这个时候，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不会。
完美叶片 B 受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 A 受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风扇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这时震动就开始产生了。而机械结构都怕震动，震着就把自己给震散架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啊，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型榫卯。A 不是受伤变轻了吗？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榫槽里面往外滑动一些，而 B 则会自动少往外滑动一些。这样的话，两边的离心力又再次回到了平衡点上，震动也因此而减小了。所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之所以要装得松松垮垮的，主要就是为了减少震动。你猜对了吗？这跟我们的直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啊？我们觉得非要夹得紧紧的才不会左摇右晃，谁知道反而是放松一些才能真正实现又紧又稳。所以工程师的工作啊，常常都是反直觉的。你有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反直觉但是却更好用的设计吗？一定要分享出来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